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股神巴菲特最近抛出的震撼讯息：现在千万别买房。这句警语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要知道，买房子一直以来被许多人视为人生最重要的投资和梦想之一，在台湾更是如此。大家总觉得有土司有财，房价只会涨不会跌。然而，巴菲特这位投资界传奇人物，为何忽然示警不要买房？这背后藏着什么玄机？如果连股神都说房子不能买，那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从头剖析巴菲特的观点，带大家看看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的巨变，以及在这场风暴中我们应该采取的最佳策略。首先，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件事，巴菲特并不是讨厌房子这个东西本身，他自己也买房自住，而且非常享受其中的价值。巴菲特现在仍然住在他年轻时买下的一栋房子里，那栋位于美国奥马哈市的住宅是他在1958年时以区31500美元的价格购入的5居室房子。当时28岁的巴菲特和妻子苏珊正养育3个小孩，需要一个安稳舒适的家。他们精挑细选，最后买下这栋实用不浮夸的住宅，从此一住就是将近70年。想象一下，3万多美元买一栋房放到现在，价值可涨了将近45倍，估计现在市值约140万美元左右。这样的报酬率看起来已经很可观，足以证明巴菲特独到的眼光和长期持有的威力。然而，对巴菲特来说，这栋房子的意义远不止市场价格上的上涨幅度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常说，我人生中做过的第3棒的投资就是买下这间房子。至于头2名，他开玩笑说是娶了2任太太时买的婚戒，因为这个家承载了他与家人的回忆和安全感，带来满足与幸福，是金钱难以衡量的价值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巴菲特也坦言过一件事，纯粹从财务回报角度来看，其实如果当年他选择租房，然后把买房的钱拿去投资股票，赚到的财富可能比房子增值还高。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？毕竟他的房子已经涨价数十倍。可股神的股票投资实在更逆天。然而，巴菲特并不后悔买了房，因为房子带来的是生活品质和家的归属，这不是投资组合里的一串数字能取代的。它的重点在于，买房可以是好事，但前提是买一间你负担得起的房子，不要让房子成为你的财务负担。巴菲特身价早已挤进全球富豪榜前10，可他从未因为自己变有钱就不停换豪宅、升级住所。他至今仍住在当年那栋平凡的房子里，乐在其中。他认为房子够用就好，不需要为了面子或赶潮流去买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豪宅。正如他说的，不要在房子上花费过多的钱，但一定要买一间自己能够轻松负担的房子。换句话说，拥有一个安稳的住处是值得的，但千万别因为贪大求新，让房贷压得你喘不过气。所以咯，巴菲特并非从来就反对买房，他一直强调的其实是效率和报酬的比较。他自己身为投资家，更偏爱股票市场的灵活与高效率。巴菲特曾直言，房地产交易比股票麻烦太多了。这句话在他94岁高龄时与股东会上的坦诚逗乐了不少人。老人家嫌房地产真的太难搞，牵涉到太多利害关系人，要一路跟中介、屋主、银行周旋，谈判繁琐又漫长，费时费力。就算好不容易谈成了，过户手续拉拉扯扯，可能拖好几个月。相比之下，买卖股票就简单多了，价格谈好，按下按钮，几分钟内交易搞定。对一位掌管着1000亿美元资金的投资大师来说，他可没兴趣花大把时间只为盯着几栋房子涨个几百万。难怪他笑说房地产的效率太差，对他这种级别来讲根本不划算。也有人调侃说，巴菲特不是不懂炒房，只不过人家钱实在太多了，一栋楼再怎么涨也赚不到他几根汗毛，要玩他也得一次买下一座城市才够看吧。这听起来虽夸张，却道出一部分事实。巴菲特不热衷房地产投资，很大原因在于以他的资本量级，房产的获利占比小，耗时长，不如股票来得划算。然而，一般人毕竟不是巴菲特，我们大多数人买房不光是为了投资，也是为了满足居住需求。所以，巴菲特并没有说这辈子都别买房，租房一辈子最好。
他其实也承认，有些时候购置不动产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，只不过相较之下，他个人更青睐股票，因为股票的流动性更好，交易成本更低，机会更多。年轻人该先买房还是先投资股票？巴菲特的建议是，先确认你自己真正需要什么。如果你没有稳定的资金和明确的长期规划，就贸然贷款买房，反而可能陷入财务困境。但如果房价处在合理水平，利率友善，而且买的是你可以轻松负担的自住房，那么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也相当值得，毕竟那提供了安定感和幸福感。简单来说，巴菲特不反对房产本身，他反对的是在错误的时间，用错误的理由去买一栋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房子。而很不幸地，他现在认为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时间点。回想前几年，全球房市仿佛在开狂欢派对。2020年前后，受惠于超低利率和大量热钱，大伙儿一窝蜂抢房子，美国也好，台湾也罢，到处上演疯房戏码。疫情期间，各国央行大放水，房贷利率跌破历史新低，年轻人发现月付贷款甚至比房租还划算，一时间市场一片亢奋。美国 3% 以下的30年期房贷比比皆是，台湾这边房贷利率也跌到接近历史谷底。结果呢，房价疯涨，卖方市场大盛，屋主笑呵呵挂个房子出去，几天内就收到一堆超出开价的出价，那情景宛如拍卖会，买家挤破头，生怕晚一步就买不到。2021年的时候，美国不少城市的房子只要一上市，隔天就被抢走，而在台湾，北中南的房价也是节节高升，买到就赚到，成了普遍信念。然而，经济世界里没有永远的狂欢。2022年开始，通膨的阴影让各国央行不得不收紧银根，美联储大刀阔斧连续升息，利率飙升速度之快，幅度之大，让市场措手不及。短短1年多，美国的房贷利率从不到 3% 一路攀升到接近 7%。试想，一对年轻夫妻原本贷款利率 2.8%，每月供款或许勉强负担得起，如今利率翻倍，每月月供可能硬生生增加好几百甚至上千美元，压力瞬间爆表。在台湾，虽然升息幅度没有美国那么猛，但也慢慢从历史低点升上来了。本来房贷利率 1.3、1.5 很常见，到了2023年也回到 2% 以上。不要小看这几码的升息，对高总价的房子来说，每月利息支出可是直线上升。利率狂飙之后，房市的风向开始转变，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是买房族群，他们惊觉过去唾手可得的低利贷款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的负担。很多第一次购屋族直接被高利率挡在门外，只能暂缓买房计划，买方大量退场，需求戛然而止。可另一方面，卖房的人也不想轻易让步，毕竟刚经历了一波房价大涨，许多屋主心里对自家房子的价值预期还停留在昨天地表最贵的水准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国有锁住效应这么一说，许多屋主在低利率年代早就锁定了超低利房贷，例如30年固定 2.5% 的利率，现在市面利率 7%， 如果他卖掉房子再买新房，等于自愿放弃低利率而去承担高利率的新贷款，这对不少人来说实在不划算。于是很多原本想换屋或出售的人都选择暂时观望，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卖，结果就形成一种诡异的僵局，买方退场，卖方死守，市场交易量大减，但房价短期内并没有大跌，因为市面上的房源供给也变少了。在美国2022年至2023年间，房市呈现一种有价无市的状态，成交量腰斩，可价格只是高位盘整，没有明显松动。台湾的情况也有点类似，那段期间政府推了一些打炒房政策，加上利率走高，投资客没那么嚣张了，但屋主卖方普遍心态强硬，宁可少卖甚至不卖，也不愿降价求售，所以整体房价指数只是略微从高点回落，并没有出现明显下跌。不过各位都知道，压力只会积累，不会无故消失。当买卖双方长期僵持，经济环境又持续收紧，迟早会有一方撑不住。2024年下半年开始，房市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。
市场上的待售房屋数量渐渐增加了，这是个重要信号，表示越来越多卖家开始松动，愿意挂牌出售。或许是有人撑不住房贷压力，不得不卖，也可能是看见景气趋缓，干脆见好就收。不管原因如何，供给端的瓶颈开始打开。根据美国房地产业的数据，到2025年年中，全美的房屋库存量突破了50万套，可售房屋数达到2013年以来的新高，这可是10多年未见的供给水准。一方面，前几年人工压抑的卖压终于爆发，那些原本想卖又犹豫的人，现在陆续把房子丢出来了。另一方面，新屋兴建在过去热潮期大量开工，如今陆续完工，也加入市场供给大军。当房子明显变多，而买房的人却少了，供需逆转之下，房价开始松动，也就是迟早的事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巴菲特和他旗下的团队动作频频，发出了明确的房市警告。巴菲特的房地产经纪业务，也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 Home Services of America， 开始对外释放一系列讯号。他们直接点出房地产市场正从卖方主导转向买方主导，房价即将出现戏剧性的调整。用白话来说就是，过去几年卖家挂多少价都有人抢的好日子结束了，现在轮到买家掌握优势，许多屋主恐怕不得不大幅降价才能把房子卖出去。这听起来颇为惊人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很多媒体和房产业者对房价依然相对乐观，顶多承认涨不动了，但很少有人明确说要跌了。而巴菲特团队这么一喊，等于正式宣告房市的拐点来了。事实上，数据也支持他们的观察，美国各地开始出现房屋降价潮，房子在市场上挂牌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平均上市天数从前一年的45天拉长到超过50天。买家不再急着出手，观望气氛浓厚。更令屋主心惊的是，全美有将近1/4的在售房源在挂牌几周后都调降了价格。放眼各地市场，不管大城小镇，降价出售已变得司空见惯。房子卖不掉，库存在累积，未卖出的库存量比去年暴增了 21%。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，是卖家逐渐感受到的恐慌心理。大家开始意识到，如果继续咬着高价不放，到头来可能更卖不出去，只会拖到价格跌得更低。于是形成一种连锁反应，一些着急的卖家率先降价，希望吸引少数买家。邻居一看，啊，他都降我不降是不是卖不掉，也跟着调低价格。慢慢的，降价求售从个案变成了新常态。巴菲特的房地产经纪公司甚至直接给卖家们提供了具体建议，听起来近乎无情，却切中要害。面对当前的市场，请接受现实，重新评估近期成交行情，了解房屋销售是趋缓还是加速，价格是上升还是下跌，然后把你的定价压在当前市场趋势以下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周遭行情显示房价在跌，你干脆定价比最新成交价再低一点，才能增加吸引力。这对过去那些习惯漫天喊价的屋主来说，简直是晴天霹雳般的转变。巴菲特团队毫不甜言蜜语，直接告诉你，现在不是你贪心的时候，反而谁愿意率先割肉，谁才能顺利脱手。除此之外，他们也建议卖家更加重视房屋的包装、专业布置、漂亮的照片，一系列宣传技巧现在都必不可少。因为买家少，竞争反而激烈，你得花功夫让自己的房子看起来物超所值。想想看，短短几年间风水轮流转，从前是买家苦苦哀求卖家卖给我吧，现在变成卖家要使出浑身解数讨好买家。市场周期的魔力就在这里。利率是这一切转变的罪魁祸首，也是推手。前面说到，美国房贷利率来到 7% 左右，这简直是给房地产市场下了一场冰雹。高房价遇上高利率，让购屋的经济账变得极其难看。很多地区房价虽然比高峰跌了一点点，但利息成本翻倍之后，买房总开支反而更高。这就好比房市迎来完美风暴，价格贵，利息高，选择多，前景不确定，买家理所当然地开始货比三家，甚至干脆等着捡便宜，不再愿意为了抢房去夺门而入。卖家则陷入进退两难，不卖吧，怕之后更惨，卖吧，又舍不得大降价。这种市场心理一旦形成，就会自我巩固，价格必须一路跌到吸引买盘回流为止。
巴菲特作为久经沙场的投资老兵，嗅觉一向灵敏。早在2023年底到2024年，他已经开始为潜在的经济风险做准备。我们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财报可以看到，这家公司已经连续9个季度净卖出股票，现金部位累积到史上最高水位。这意味着巴菲特一直在悄悄收回现金，保存弹药，等待更好的机会。而更让市场侧目的是，有消息传出，他可能要出售旗下最大的房地产相关子公司。2025年3月，多家媒体报道，伯克希尔正在考虑把前面提到的 Home Services 房地产经纪业务出售给美国另一家房仲龙头 Compass。为什么这么震撼？因为巴菲特过去几乎从不随便卖掉自己子公司，他常说只要公司表现正常，就会一直持有。然而这次却传出要卖掉全美第4大的房地产经纪公司，难道不是意味着他对房地产行业的前景相当悲观？消息一出，不少人解读为巴菲特对房市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警告：我连卖房仲公司都考虑了，你们还敢这时候冲去买房吗？虽然之后伯克希尔方面出面否认，但正如俗话说的无风不起浪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就算没有卖，公司高层至少讨论过这个选项，而会讨论正说明了房市低迷已让这门生意前景暗淡，连股神都动摇了长期持有的信念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关键问题，既然巴菲特警告现在不要买房子，那我们普通人此时应该怎么做才对呢？难道一辈子租房不成？还是干脆把买房的钱压在股市，或者抱着现金观望？让我们一步一步来拆解。第一，千万别在高点硬接盘，只因为身边的人都在买。巴菲特有句名言，别人贪婪时要恐惧，别人恐惧时要贪婪。过去几年房市狂热，其实正是一种集体性贪婪的展现。当大家都认定房价只涨不跌，抢着进场时，反而要小心其中潜藏的风险。如今风向逆转，开始有恐慌的情绪出现。如果你之前没赶上热潮，其实不见得是坏事，总比高点套在山顶强吧。现在巴菲特的建议等于是说，与其在不利的条件下勉强买房，不如先按兵不动。毕竟房子这种资产不同于日常消费品，一买就背负长期债务，如果买贵了，买错了，要脱手相当困难。与其把自己的未来几十年都押注在一个可能正在下跌的资产上，不如先退一步，静观其变。第二，把不买房的这段时间善加利用，提升自己的财务实力。巴菲特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，人生最值得投资的其实是你自己。如果现在房市不友善，那正好是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可以把资源投入在提升自我和其他资产上。比如说，你原本打算拿去缴头期款的钱，可以部分用来进修学习、新创业务、提升工作技能等等。这些自我投资长远看可能带来更高的收入，未来再买房就轻松许多。此外，巴菲特也建议投资有价值的股票，他的理念是根据公司内在价值来选择投资标的，而不是人云亦云追涨杀跌。如果你目前手上有一笔钱，本来想着买房，不妨考虑看看股市中是否有被低估的好公司，或是稳健的指数型基金。当然，股票有风险，并非鼓吹大家全压股市，但历史上看，优质股票的长期报酬率确实往往跑赢房地产，而且股票的流动性高，需要用钱时变现方便，不像房子卖个半年卖不掉都有可能。第三，保留现金弹性，静待良机。巴菲特手上可是握着数千亿美元的现金在等待，他都能沉住气，我们也该学学这份耐心。如果房市真的如他预期开始大幅修正，那对于想买房自住的人来说其实是好消息，只是需要一点耐心等候。当房价跌到合理区间，利率趋于稳定，你不但可以用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心仪的房子，选择也会更多元。有些专家预测，美国房价在未来1年可能出现明显的下调，有的地区房价或许会比高峰期跌个20%以上。台湾方面，虽然情况与美国不尽相同，但若全球景气下滑，热钱退潮，高估的房价也难独善其身。目前就有房产分析师警告，台湾市场已出现建商资金链紧绷、余屋增加的迹象，未来可能出现建案降价求售或拍卖潮。如果真走到那一步，
现在匆忙高价进场的人恐怕要欲哭无泪，而手握现金的买家将笑到最后。所以，保持资金灵活度很重要。与其把积蓄卡在房子里动弹不得，不如留一部分现金或流动性高的资产在手上，以防经济出现更大波动时，你有后盾应对，甚至有子弹捡便宜货。第四，视个人情况采取租房战略，以时间换取空间。对很多刚需族来说，不买房并不等于不要家。如果现在买不起或者不划算，那就先租房住，这本身没有错或丢脸。巴菲特自己就说过，如果纯比财务报酬，他当年租房并将资金投资，可能钱会更多。租房的好处是机动性强，压力相对小，你可以把原本每月高额房贷省下来的钱，一部分拿去投资，一部分存下来未来做更高的头期款。而且当房市走下坡时，租房者其实是相对安全的旁观者，房价下跌跟你无关，你还可能等到房东求着续租或降租金。当然，前提是租屋市场本身供给充足，且租金不要暴涨。在台湾，目前政府也积极推动社会住宅和包租代管，未来租屋环境有机会改善。一些网友戏称，现在政府还帮房东包租代管，房价跌了，风险还社会化，房东根本稳赚不赔。但话说回来，政策不会永远向着投资客倾斜，一旦大环境逆转，房东手上的房子空置租不出去，那滋味可不好受。所以租房族大可不必妄自菲薄，眼下不买只是为了将来买得更好更对的那一间。第五，关注经济大势，切勿孤注一掷。巴菲特市井的背后其实也是对整体经济前景的隐忧，他最近累积现金，降低持股，就是预防潜在的危机。除了房地产，本来很多人预测2024、2025年可能经济衰退、股市回调等等黑天鹅，如果真有更大的风暴来袭，房价势必要再受打击。在这种时候，更需要我们的资产配置保持弹性，安全边际足够，别为了买房把自己搞到杠杆率太高，手上没现金，欠下一身债。如果景气变坏，甚至工作不保，那房贷将成为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巴菲特最忌讳的就是让自己陷入财务危机，他常说，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同一个篮子，特别是不要把未来绑死在单一昂贵资产上。对普通人而言，房子往往就是那个又大又重的篮子，所以更要慎之又慎。最后，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房子本身的角色。亚洲社会传统观念里，买房象征安定、成功，甚至关系婚姻大事。但从纯投资角度，房子并非总是稳赚不赔。台湾的房市生态有其特殊之处，过去持有成本低，房屋税、地价税负担轻，很多人抱着房子不卖也无妨，反正每年坐收房价上涨带来的账面财富。更夸张的是，一些所谓凶宅在台湾都能越卖越贵，因为土地有限，涨势惊人，连鬼都挡不住房价。但这种轻松躺赚的神话能永远持续吗？其实背后隐藏的风险一直存在。举例来说，假如哪天政府大幅提高持有税负，或推动囤房税，加上少子化趋势，长期来看房屋总需求减少，房价未必永远只涨不跌。如果全球金融环境持续紧缩，国际资金回流美国，高房价缺乏新的金流支撑，台湾房市也可能面临拐点。事实上，每当大家最笃定某种资产不会跌时，往往危机就悄然而至。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前，整个华尔街都相信房地产不会崩盘，结果如何我们都知道，房价腰斩，无数人断头赔光。所以，就算你身处一个看似稳固的市场，也要居安思危。巴菲特的话，不妨听进去3分。现在这个时机，宁可错过，不要做错。错过了还有下次机会，但如果用杠杆梭哈在房市高峰，后果可能是数十年财务上的痛苦。股神巴菲特一生纵横投资市场，无论是股票还是企业经营，他强调的其实始终是价值与长远。他之所以在此刻高声喊出不要买房子，并不是唱衰房地产这种资产本身，而是提醒我们冷静看清当下的风险。不少人回想起巴菲特以前也曾说过，对多数人而言，自住房是一项成功的投资，如今却改口示警，感到错愕。但其实两者并不矛盾，房子好不好，要看什么时候买，怎么买。巴菲特自己当年买房，
是等到价格合理，自己也有足够实力承担时才出手，而且选的是适合家人居住的踏实物件，因此带来长期的满足与稳定。而现在他看到的房市是经过多年狂飙后高处不胜寒的泡沫迹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宁愿当那个泼冷水的人，提醒大家别重演历史上那些因贪婪而破产的悲剧。对你我而言，最好的对应策略也许就是谨记巴菲特的2大原则，保持理性，等待机会。理性意味着不被从众心理牵着走，不会因亲友都去买房就心慌意乱跟进。在重大财务决策前，多分析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市场客观数据，而不是听信坊间谣言，再不买就来不及。等待机会则是要有耐心，在别人疯狂时按兵不动，在别人绝望时出手布局。房地产市场有其周期，高潮过后往往有低谷，或许再过1年2年，房价调整到位，利率趋于平稳时，正是我们挑选梦想家园的良机。到那时，你会庆幸自己当初没有鲁莽行事。最后，不妨用一个小小的比喻作结，房市就像一局大型音乐椅游戏，音乐响起时，大伙儿绕着椅子转，一派欢腾。可当音乐骤停，没有椅子坐的人就慌了。前几年的低利率狂欢，就是音乐声最吵杂的时候，几乎没有人想到音乐会停。而巴菲特就像那个提前听到节奏变化的人，他开始慢慢远离人群，走向场边观望。现在音乐声渐弱了，他大声提醒我们，该找椅子坐好，别再盲目绕圈。对应到房市，就是要我们别再无脑冲高价买房，而应该保护好自己。等到未来某天，音乐换了新曲调，市场重回理性，那些手握资源、稳扎稳打的人将有机会坐上更好的位子。届时，你大可从容地挑选真正心仪的房产，也许价格已是当初的一半，贷款利率也更合理。这就是所谓耐心的玩家才能笑到最后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巴菲特的警告或许在短期内让人不安，但长期看来，这一番忠告可能正是让我们避免财务噩梦的救赎。与其当下一时冲动背上沉重房贷，不如学学股神的智慧，该出手时再出手，把钱花在刀口上。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暂时收起购物冲动，专注增强自己的实力和资产，多元布局，静待暴风雨过后的彩虹。记住，机会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。当下一次真正值得的房产良机出现时，你将有足够的底气和从容去把握它。那时候再出手，才不枉巴菲特今日的一番警示良言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这段影片文案能给正在犹豫要不要买房的你一些启发与思考。在投资与人生的道路上，稳健与智慧永远比冲动和跟风更加可贵。让我们一起理性面对市场变化，迎接更光明的未来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